你好呀，这里是某某的投资笔记。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，把美股上市公司 Lumentum 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一遍，从财报里的细节、行业竞争格局，到25位分析师的一致预期，再到各个维度的估值测算，我都逐一梳理清楚了。今天就把这些整理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我认为这是一只基本面极其扎实，却被市场短线情绪低估的 AI 光互联标的。目前股价在850美元附近，属于中线值得分批布局的区间。先来聊聊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判断。Lumentum 专注于光学器件领域，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让数据能在光纤里高速奔跑的核心部件，比如光收发器和激光器。这个领域听起来可能有点冷门，但你知道吗？现在英伟达热卖的 AI 芯片 Meta 正在搭建的超级数据中心，微软不断扩容的 Azure 云服务，里边每一台服务器要实现互联互通，都离不开这类光学器件。而且 AI 时代对数据传输带宽的需求是指数级增长的，从 100G 到 400G 再到 800G， 每一次带宽升级都意味着一轮大规模的采购需求。所以去年一整年 Lumentum 的营收同比暴涨了 90%， 这可不是某个季度的偶然现象，而是 AI 数据中心需求爆发所带来的结构性增长。研究完这家公司后，我梳理出了4个最让我有信心的数据支撑。第一个是 PEG 仅为 0.63， PEG 这个指标是用市盈率除以未来的盈利增速，数值越低，意味着你用同样的成本能买到更多的成长潜力。通常来说 PEG 低于1就是成长股的买入信号，而 0.63 已经属于严重低估的水平了。第二个是分析师对他明年每股收益的预测高达 18.13 美元，而今年才8美元多一点，这意味着盈利预计在明年直接翻倍。目前有25位分析师覆盖这家公司，其中20位给出了买入或强烈买入的评级，没有一位分析师给出卖出评级。第三个是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为1111美元，相比当前850美元左右的股价，还有将近 31% 的上涨空间。第四个是远期市盈率，也就是用明年的盈利来计算的市盈率，目前是47倍。对于一家明年盈利预计增长 120% 的公司来说，47倍的市盈率不仅不贵，甚至可以说是合理偏低的。这4个关键数据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我对这只股票最核心的信心来源。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它的股价走势。在过去120个交易日里，其股价波动相当剧烈，低点为317美元，高点则达到1085美元。这充分体现了成长股固有的高波动性特征。今年第一季度，受 AI 数据中心订单相关利好消息的推动，股价持续走高，并在3月左右触及1085美元的近期峰值。然而此后受大盘整体情绪变化以及获利盘回吐等因素的共同影响，股价开始从高位回落。截至本次数据研究时，其股价在850美元附近，相较于近期高点回撤了约 22%。 从短期来看，近1个月股价下跌了约 4.5%， 但从稍长的时间维度观察，近3个月其股价仍实现了接近 31% 的涨幅。接下来聊聊我认为这只股票最有意思的部分，估值。 Lumentum 现在的估值从表面数字上看挺唬人的，历史 PE 是149倍，乍一看贵得离谱，但这个数字放在当下语境里其实不太有参考价值，因为过去的盈利基数太低，公司正处在从小利润快速跨越到大利润的转型期，用 TTM 这个历史盈利来算 PE 天然会失真。真正有参考价值的是远期市盈率，也就是用明年预测盈利来算，这个数字是47倍。一家营收增长 90%， 明年盈利预计再翻倍的公司，47倍算不算贵？放在科技股的语境里，我觉得是合理的，甚至偏便宜的。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PEG 0.63 这个数字，意思是你现在花47倍的价格买到的成长速度远超47倍该有的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市场给的价格还没有完全追上它实际跑出来的增速，这就是定价消化的不够的信号。当然我也要说，企业价值对营收是25倍，企业价值倍数是124倍，这两个数字确实是高溢价，意味着如果未来某一个季度业绩不及预期，这只股票很容易跌得很难看。
所以这个估值框架成立的前提是增长预期能持续兑现。财务这块先给大家带来几个好消息。营收端，Lumentum 过去12个月的总营收达到 24.9 亿美元，同比增速高达 90%，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美股市场里确实相当少见。毛利率稳定在 40.8%， 营业利润率 21.8%， 净利率也有 17.7%。 对于一家做硬件制造的光学器件企业而言，这样的盈利质量已经相当出色了。 ROE 达到 22.8%， 这个数字体现了公司用股东投入创造回报的能力，在同行里属于顶尖水平。现金状况方面，公司目前手握 31.7 亿美元现金，总负债 33.1 亿美元，净负债基本接近零，完全没有流动性风险。当然问题也很现实，首先是贝塔值为 1.48， 这意味着大盘如果下跌 1%， 这只股票大概率会跌近 1.5%。 高贝塔是把双刃剑，行情好的时候涨得快，但市场调整时波动也会更大。其次是客户集中度偏高，公司依赖少数几个大客户，如果英伟达或者某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采购节奏发生变化，业绩会直接受到影响。不过分析师对明年的预期相当乐观，预计总营收会跃升至56亿美元， EPS 也会从今年的 8.2 美元涨到 18.1 美元。这个预测虽然大胆，但从目前数据中心资本开支的趋势来看，还是有支撑的。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可能的情景供大家参考。第一种是乐观情景，我给 35% 的概率 AI 数据中心资本开支继续超预期，800G 甚至更高规格的光收发器需求持续爆发，明年 EPS 有望突破20美元，市场基于更高的 PE 估值承估，股价可能冲击1100到1400美元区间。若苹果重启 AR 设备布局， Lumentum 的 3D 传感器业务还能成为额外加分项。第二种是基础情景，概率 45%， AI 光互联需求保持稳健，但增速从爆发期逐步回归常态化， EPS 落在18到20美元区间，股价在6到12个月内回到分析师一致预期均值附近，即1000到1100美元区间。第三种是悲观情景，概率 20%， AI 资本开支大幅缩减，霍尔博通等竞争对手快速抢占市场份额，导致业绩不及预期，估值同时受压，股价可能回落至600到800美元区间，若技术面跌破布林下轨805美元，需警惕进一步下探至700美元附近。当前股价约850美元，大致处于基础情景与悲观情景的分界位置，这也是我建议值得分批布局，但要留足备用资金的原因。最后聊聊我个人的操作思路哈，目标价我定在1000到1100美元之间，这个区间对应基础情景，和分析师给出的均值1111美元也基本一致。买入区间我会考虑800到870美元，现在价格850美元已经落在这个区间里了，但技术面看 EMA12 和 EMA26 刚形成死叉，价格也在20日均线下方，短线还在往下走，所以我打算先建1/3的仓位，剩下2/3的资金先留着，要是跌到布林下轨附近的805美元就补一批，等 MACD 出现金叉信号，或者价格能稳稳站在20日线之上了，再把仓位补满。止损位我设在750美元，比布林下轨的805美元再低一个台阶，这是硬止损，要是跌破就先减仓观察，不硬扛。等目标到1000美元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先兑现1/3的利润，剩下的持仓继续拿着，看看能不能冲1100美元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Lumentum 或者 AI 光互联这个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想法，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还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